就进去看一眼吧。我这次来京都大阪一共待了2周多，原计划是想多去一些周边的地方，但是感觉秋天已经过了，所以最后2天一直在大阪吃吃喝喝。好在大阪吃饭购物的地方非常多，也值得逛几天。大阪的商场人气都非常的旺，除了游客，本地人也喜欢逛。加上今年的日本经济明显复苏，所以感觉很热闹。因为在大阪住的公寓价格很便宜，不到200块钱，所以我们每天也不用经常去吃松屋了，都去各个地方吃一些好的美食。今天中午就来到了阪急百货，在这里的12楼吃了个美食。看看我们今天吃的都是套餐，日本的餐厅套餐还是比较多的，比较讲究营养搭配，口味也好。我今天点了一个和牛套餐，正好是餐厅搞活动推出的套餐，看着就色香味俱全。这个就是神户和牛，鸡肉、虾、沙拉，一份套餐还是比较丰富的。这个很好。确实这个今天是早中餐一起吃的，这个点儿吃饭的人还不太多。大阪美食是非常多。下午逛完了商场，我们准备去大阪的网红景点梅田蓝天大厦，去登高看一看城市的夜景。空中庭院，这电梯，那就是上去排队的。这个蓝天大厦有一个空中庭院，还是比较有特色的。我们准备坐上去看一看。在这里先排队坐电梯上去。每到一个城市，我也喜欢登高看一看这个城市。有时候是市内的最高建筑，有时候是城市边的小山头。坐这个电梯是免费的，需要到上面再购票。即使是坐到这里也是不收票的。到达这个39层才开始卖票，票价合人民币70多。先进来的是一个室内大厅，360度转一圈。这里还有一些网红拍照点，都是免费拍摄的。我也坐进去拍了一张。这个拍照是有工作人员协助的，所以拍照速度很快。现在来到的是大阪的梅田蓝天大厦，在这里打张卡。这个是39层，楼上有一个露天的40层。我们去楼上的空中庭院看一看。到这个地方人也不收费啊，只有你到上来之后，到这儿了才收费。这个空中环廊非常好，视野开阔，也没有玻璃阻挡。现在正好是傍晚时分，准备待到万家灯火。先360度看一圈。从这个角度看上去，大阪还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都市。大阪是日本的第2大城市，不过这个夜景看上去和东京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的。日本的城市还是比较干净的，也没有什么雾霾，所以视野上看上去非常的通透。
夜晚的灯光也基本都是从建筑物里面发出来的，这叫内透。包括东京的夜景也是，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这种城市的内透的光的。这个地板也比较有特色，也是发光的。夜幕完全落下来了，大阪的夜色还是比较迷人的。参观结束。这是蓝天大厦下面的广场，很热闹，香的味道，有很多的小吃摊位，价格也不贵，30多。看这个广场多热闹！不过我们没有选择在这吃饭，准备还是找一家市内的有特色的餐厅。晚上的街道灯光也都亮了起来。这边除了有很多的大百货商场，也有很多的美食购物街。这条也应该是一个美食街了。这条街里的特色美食也非常多，很多也是连锁的餐厅。我们挑了一家人气比较旺的餐厅，在这里吃个火锅，有很多本地人在这里吃饭。感觉这家的生意一直都比较火，没有受前一阵的什么影响。客观讲，日本的饮食方面的卫生还是比较严格的。猜猜我吃的这一套多少钱？我这顿好像是花了100多，还是很好吃的。我这个也很好吃，要不要呢？这是我们在大阪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在大街上再溜达溜达。整个城市都流光溢彩，很漂亮。在这个大阪，很多的人行道都是建在空中2层，所以说你在地面上走反倒绕大远了，找不到一些路口。这上面是吧，都通着，从建筑里通着。离开大阪回国前，我们准备去机场的奥特莱斯看一看。这个奥莱和去机场是同一列火车，提前1站下了就是。这还有一个大的摩天轮。这个奥特莱斯面积还比较大，分2个大区域。这点才，这也才300。这个有点我风格，看这百货的。这个奥特莱斯也在海边，环境不错。这是大阪机场附近的一个奥特莱斯啊。如果从大阪过来坐火车，离机场还有1站可以下来，很大。这边逛一逛，买买东西，也有很多吃饭的地方。所以如果到机场这边来购物的话，这个奥莱可以转一转。不过一般在大阪的时候，市区的很多免税店很多了哈。如果没有来过这个大阪机场这样要来的话，其实如果坐飞机回国的时候，可以留个2-3个小时逛一逛，因为它品牌比较集中，也比较好逛。然后这边可以存行李，是吧？买完东西直接再坐1站车，直接到机场了。直到机场大概1站地，就过个海上的大桥边儿。这个奥特莱斯就在海边，风景还挺美的。
这个海上大桥就是通往机场的，这个机场应该是建在一个人工岛上吧。这个地方除了坐一站火车，也有大巴直达机场。地铁站的门口就有存行李的。这是机场附近的奥莱，最后一顿中餐在这吃，吃了个中餐。这个美食中心里面中餐比日餐要贵。卤肉饭、鸡蛋汤、这应该是杏仁豆腐吧。逛商场太累了。这个奥莱还比较大，还没买东西，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有吸引力的。飞机上的餐不好吃，就在这吃一顿。这个套餐其实还挺多的东西，50，还可以吧。吃完饭坐火车去机场了。大阪的机场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，游客真的太多了。我这次在大阪京都赏秋，一共待了2周的时间，总的花费正好是1万，应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，尤其是这次的住宿，感觉比预期的要便宜很多。往返机票大概花了1800块钱。住宿因为基本都住的是标准间，所以花了4000多。基本在吃住行方面没有太亏待自己。其实来过日本旅游的人体验感都是非常的好。首先这里非常的安全，在旅游交通方面对外国的游客都非常的友好。而且日本有很多文化包括文字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所以对中国游客来说基本没有太大的障碍。当然不想来日本不喜欢日本的人也非常多，但我还是觉得旅游这个东西还是尊重个人选择吧。对于去日本旅游的人也没必要大动干戈。我这次来日本其实也是突然决定的，因为毕竟办了一个日本3年的签证，原想着去其他地方的时候经过日本有个签证比较方便。这也是我10多年后再次来到日本旅游，我个人的感受还是不错的。可能冬天还会再来一次北海道吧。也谢谢这10几天来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各位网友和粉丝。回到北京我要继续治疗我的牙，然后下一站去越南。2024从越南开始。